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你财务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？很多人会回答说，我的梦想，我的财务就是要收入达到一个数字。我希望我的梦想将来我的财务可以达到1个亿，可以达到1000万，可以达到100万。如果我每个月的收入或者被动的收入达到这个数字，这就是我财务的梦想。如果我的总资产达到了这个数字，这就是我财务的目标。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很多人里面想到的是一个数字，请说数字。但是我可以跟你解释，为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答案。因为你想到的这个数字，我可以给你保证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另外有一个人已经实现了这个数字，但是他还是依然为钱财担忧，他依然为钱财所辖制，他依然在为明天所忧虑，他依然感觉自己不够，自己不满足，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缺乏跟需要。重点不是那个数字。所以当我问你，你的财务梦想是什么？我希望你想到的不是一个数字，而是一个态度。请说态度。就是我不再被钱财所辖制，为钱财而担忧，这个才是我的梦想。而这个世界会告诉你，你要拥有这一个数字，但是上帝会告诉你，你跟你拥有什么样的数字没有关系，你要拥有管理财务的能力，管理财务的智慧，管理财务的知识，怎样在钱财上做上帝智慧的好管家。我希望天父可以把更多的资产托付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而在我们的管理之下，你可以让你的财富倍增，可以祝福你身边更多的人。所以你要知道天父对你财务的兴盛的法则是什么，这些法则会来帮助你。请说帮助我，会让你的财务兴盛，会让你丰富，会让你富足，让你有智慧管理好上帝给你的财务，让你的财务倍增。那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的黄金法则，第一个公义的品格。请说公义的品格。箴言书30章第7节，我求你2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，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给我所需用的食物。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，说耶和华是谁，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这是整个箴言书总共31章经文当中唯一一个祷告的经文，就是雅古尔这个关于钱的祷告。这个祷告是表现出他心里非常迫切，非常着急。他说，在我死之前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处理好，在我死之前有一个态度我一定要有，在我死之前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处理好，我没有办法去见神，我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去交账，我没有办法全然的去见神的面。就是在我死之前我要求2件事情，在我死之前你不要不赐给我。第一件事情，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他在祷告求的是，求你给我一个赚取财富的好品格，好生命。这个品格就是不要虚假，不要说谎，不要让我借着虚假来得到财富，不要让我借着说谎来得到财富，让我赚到的每一笔钱，每一分每一毫都是干干净净，清清白白，而且可以向人也可以向神交账的。请说阿们。他在求的时候，我有一个赚取财富的好品格，这是他的祷告。他说，神啊，让我有钱，但是我要有一个好的品格赚钱，不要用我说谎，不要用欺骗，不要用偷窃的方式去赚钱，让我用一个好的品格去赚钱。第二个，他祷告求什么？使我不要贫穷也不要富足。他祷告祈求给我财富的数量，不要给我太多，不然我会离开你，也不要给我太少，不然我贫穷，我会偷，我会骗，我会侮辱神你的名。他很勇敢跟上帝说，你给我一个赚取财富的好品格，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。为什么？神要祝福你，使你在财富上蒙福，就是你的财富一定是公义的财富。请注意听，神要祝福你，使你在财富上蒙福，就是你的财富一定是公义的财富。请说公义。
圣经说两样的华马，两样的升斗，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也就是说，神要祝福你，使你在财富上蒙福，就是你的财富一定是在公义的财富，在公义的基础上。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神做工，神赐福，神做工的法则就是建立在公义上去进行的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公义的，你的财富不是公义的，神没有办法在你财富上去祝福你。听懂了请说阿们。例如今天全球经济大状况都不好啊，生活很拮据。你来到利未教会，你也听到平牧师的分享，你说上帝是一个丰富的神，上帝会使我富足。于是你怎么办呢？你说我约几个好朋友，我们去打劫，我们去偷窃，我们去砸人家的珠宝店，来改善我目前的生活，可以让我富足起来。甚至你在去打劫之前，你也祷告，主啊，这次打劫的时候，求你帮助我打劫一切顺利，平平安安，无伤无害的回来，使我打劫的时候从此之后勤劳致富。你虽然听到这个事情你觉得很夸张，如果你赚取财物赚取钱财不是在公义的基础上，就是你祷告再久神也不会垂听，因为你不是在神的公义的基础上。请说阿们。有的人为了财富，为了有钱，他可以去偷，他可以去骗，他可以去说谎，他可以做很多虚假的事情，我们就不在神的公义的里面了。诗篇89篇14节说，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。所以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，神让你承受财富丰盛的应许。请说财富丰盛的应许是有一个根基的，这个根基叫做公平和公义的根基。所以财富丰盛的应许是有一个根基的，这个根基叫做公平跟公义的根基。因为神的应许和恩典是不同的，注意听，神的应许跟恩典是不同的。恩典就是白白的给你，你不用付任何的代价，我就是爱你，我就是恩宠你，我就是爱你，没有任何的条件，就是白白的给你。但是应许不同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应许是有条件的，应许是要达到彼此的约定，满足要求你才可以得到的，应许是需要付上代价的。请说应许需要代价。比如来说，你的女朋友跟你说，如果你什么时候能在上海买一套房，我就嫁给你。这是不是一个应许？什么时候会成就？当我买了这套房的时候，你会嫁给我。有可能你会跟你的孩子说，如果你这一次期末考试考到前5名，我就会带你到迪士尼去玩一天。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真的考到前5名，你会答应他这个应许。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，是要达到这个要求的。应许是需要付上代价的，满足要求才会实现，才有条件。圣经中很多给我们的应许，关于家庭的应许，关于财富兴盛的应许，关于你的产业的应许，关于你健康的应许，关于人际关系的应许，关于你医治的应许。为什么这些应许没有成就在你的身上？就是你还没有达到约定，满足神的条件，付上代价，甚至有时候你干脆还没有开始。因此圣经当中那些应许没有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亲爱的各位家人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有时候我们会凭着恩典在神的面前祈求，但是圣经当中很多应许给你的，无论是人际关系，无论是财富兴盛，无论是健康，是按着应许。请说应许。应许你是要满足到神的要求的，达到神的约定的时候，这个应许才会成就在你的身上。你说神啊，我爱你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。神说 OK， 那你把你所有的产业以祷告的方式献在我面前，可是你每天都不愿意过祷告的生活，你每天就凭着自己的手拼命去劳碌，拼命去抓取，从来不祷告。神说我怎么赐福给你呀？你都不能把我摆在第一位的时候，我如何能来赐福？你都不遵守我的话语，每天来爱我，每天来读我的圣经，每天来科目我，每天来与我同在，我怎么赐福给你？你都没有抓到那一个好的属灵法则跟属灵次序，神如何把这个应许在你的身上呢？
包括以弗所书6章2节，圣经说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。这个里的意思说，如果你想要长寿，你就要孝敬父母，那你就会得到祝福，也可以使你在这个世上活得久一点。那你怎么样才让你自己活得久一点？你要孝敬父母，请说孝敬父母。哇，原来孝敬父母可以让我们活得久一点。当你真的去孝敬父母的时候，你的寿数就会加增，你也会得到这个祝福。你是要满足彼此的条件。财务丰盛的应许也是如此，是需要你去做的，是需要达到约定的，你就会看到神给你的丰盛。丰盛的应许你一定要注意，它是有一个根基的，其中一个根基就是公义。任何一个坚固的建筑物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根基。建造根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根基决定这个建筑物的高度，根基也决定这个建筑物的质量，根基也决定这个建筑物使用的时间。在属灵的次序当中，属灵的法则当中，财务的建造与建筑的法则也是一样的。财务祝福也是有根有基的，如果没有根基，你很难富得起来，你很难领受神给你的祝福。就算你富起来了，有一天也会轰然倒塌的。箴言书10章2节说，不义之财毫无益处，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。不义之财是留不住的，不义之财一定会让你忧虑的，不义之财会夺走你的平安跟喜乐的。你暂时可以得到，但最终对你是毫无益处。耶和华祝福人是使人公义的根基上，是建立公义的根基上。只有在公义的财务上，你才会有真正的平安，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满足。赚钱也要赚得开心，跟你旁边说一次，建立在根基上，公义的根基上。我们常听说英国的男人很 man，英国的男人很绅士你看到他们穿的西装燕尾服，哇，那个高礼帽文明杖拄着，很有气质。我们常说他很绅士，很有气质，很有修养，很有礼貌，给人一种很正派的感觉。你知道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新的服务员，有一次在高级的宴会上去服务。这次宴会呢，来了很多英国尊贵的人士，有贵族，有伯爵，有名人，有艺人，有其他国家的高级人士，大家都很绅士，每个人都光鲜亮丽，一表人才，彬彬有礼，言行谦和呀。哇，这个服务员新来的看到这么多名人，他好兴奋，他好高兴，他觉得好荣耀。哇，我见到这么有名的人还是贵族还有公主他很开心，哇，兴奋。这时候一个老服务员服侍很久这种高级宴会的老服务员说，小伙子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你想看看他们的另外一面吗？这个服务员可以想。于是老服务员就写了几张纸条递在他手里，就说等一下的时候，你为他们端酒的时候，偷偷的把这个纸条放在他们手中。当这个新来的服务员把这些纸条放在他们手中之后，他们拿到这个纸条之后，马上脸上的表情惊慌失措，纷纷的离开了宴会。有的人在当天晚上就离开了英国。这个服务员就觉得好稀奇，好惊讶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说，你去打开看一看那个纸条写的内容是什么。那个纸条写的内容的意思就是东窗事发，快撤，东窗事发，快撤。你发现很多人都离开了。所以你看到当今的社会上有很多的贪官，很多的奸商，很多的富人，看起来他们都很春光满面，可是一旦东窗事发的时候，轰然倒塌，人设崩塌，失去一切。所以你看到一个没有公义的基础上去承受产业，很难长久的。所以上帝在黄金法则当中有一条，就是要建立公义上好的品格。包括你听过有一些艺人讲过一句话，从义先从德。一个人有好的品格，他才会把自己的人生、自己的事业、自己的家庭经营得更长久更远。
所以上帝让你领受财务丰盛的祝福，是建立在财务公义的根基上。箴言书8章18节，丰富尊荣在我，恒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。注意这里讲到一件事，就是丰富尊荣在于神，但是呢，恒久的财并公义是连在一起的。你想要拥有很久的财物，你要有公义啊。接着圣经后面19节就说，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金金，我的出产超过高银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，使爱我的人承受货车，并充满他们的府库。神说他会祝福什么样的人？就是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。神就说我要将我的财物给他，他可以承受我的财物，并且充满他的府库，使他拥有很多的钱，而且让他的钱财可以倍增更丰盛。请说阿们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要我们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。我们在公平跟义上去承受神的财物，这样会决定你不断可以拥有更多，而且神会花更多的赐福在你身上，因为神是公义的神，会让你赚取加倍。所以你一定要做一个被神信任的人，因为在基督里你已经是富有的。千万不要做一些缺斤短两、货不真价不实，甚至顺手牵羊爱赚小便宜的习惯。这样的人很难承受富足，很难承受神所赐福的财富。好了，有人去菜市场买菜，总是趁老板不注意的时候偷拿人家的菜，顺手拿人几个葱，顺手拿人几个蒜，甚至拿人几个菜。有人从办公室回到家里面，总是从办公室会带几支笔回去，带几张纸回去。甚至在办公室的时候呢，老板不在的时候你就下班了。其实呢，你这也是一个不公义的表现，因为你在偷窃老板的时间。甚至有人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发现教会没有什么可拿的，顺手拿几本圣经，拿几本诗歌回去吧，总是不能空手走啊。甚至有人去朋友家去做客，去朋友家做客走的时候也不空手走啊。这时我想了一个故事哈，有一个弟兄是被请去他朋友家去做客。那去做客，在吃饭之前的时候，他就请他这位朋友呢，请这位弟兄呢到他的书房里坐一坐，在书房里聊天。但是这个男主人呢有事就离开了一会，这个弟兄呢就在他书房的转悠，东看看西看看。突然他看到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小闹钟，外观的图案雕刻的栩栩如生。突然看上去的时候，他爱不释手，于是呢他就把它装在口袋中了，然后呢就去吃饭，坐在饭桌吃饭。当吃饭吃一半的时候，咕哩哇，那个闹钟响了。这个弟兄当场那种感觉面红耳赤，不知所措呀。亲爱的各位，虽然这都是非常极小的事情啊，但是却显出我们生命和品格的卑贱下品啊。我们都是因小而失大，表示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去承受神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啊。没有一个人因为在办公室里多拿2支笔就发财的，没有一个人在办公室偷窃老板的时间会被老板看中的，而且可以使他步步高升的。也没有人因为去菜市场多拿人几颗葱，多拿人几个蒜就变得富足的。没有任何老板去扣供员工的工资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。圣经说，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每当你这样不公义的时候，其实你都是在贬低、降低你自己的档次，你也在减少神对你的信任和对你的祝福。你的家中一定会有一个破口，仇敌也会常常搅扰你，因为你没有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。所以公平公义是你财务兴盛的根基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，他是公义的，他做事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。当你的财务是在公义的时候，上帝就一定会祝福你，使你在财务上蒙福，你的财务一定会兴盛起来。所以说公义，我的神是公义的神。当你在财务上是用公义去建造你的财务的时候，你做的是一个心情守节、货真价实，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严谨真实，神一定会赐福你的财务，这是一个根基。
这是一个根基，很重要的黄金理财法则。第二个黄金理财法则，请说知识的法则。再说一次，知识的法则。就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希望上帝赐福我们的财务，让我们财务丰富起来，你要充实你财务的知识，在财务管理上去学习知识。知识是一种力量，知识不一定会让你成为最有钱的人，知识也不一定让你成为最富有的人，但是知识可以让你做正确的判断，让人有判断能力。知识可以让你做正确的判断，让你只有判断的能力。箴言书24章第5节，智慧的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识的人利上加利。当你有知识，你的财物会利上加利，有了还要给你，领了2000两的再给他，领了5000两夺过来1000两再给这5000两的，是多而又多的。因为一个人无法成长超过我们知识的程度，一个人所行的超不过他所信的，一个人所信的超不过他所知道的。以前牧师解说，当你知道多少，你就会信多少，你信多少，你就会行多少。因为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所以你行道是从信道来的，所以你信多少，你才能行多少。你信多少是来源于你知道多少，所以你要拥有属灵的知识，也要拥有管理财务的知识啊。我们对于知识的增加，就会增加我们对于财务以及对判断事情的能力。知识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也是一种强大的货币，一种智慧。随着你对知识的增加，我们影响局势和判断周围的能力也将会增加。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寻求知识，以便在真理上增加我们的财富。箴言书8章10节说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云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。请说胜过黄金。宁得知识胜过黄金。圣经说，箴言书15章14节说，聪明的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吃愚昧。圣经说，聪明人会寻找知识，你的知识他不会自己跑来的。财务的知识是要你去寻找的，可是愚昧呢，只会在那里等吃愚昧，只是想在那里享受，只是想在那里不劳而获，他不要去寻找知识。聪明人会去投资的，聪明人会去找投资有经验的人，会管理好自己财务，有知识的问他怎么投资，问他怎么去管理，怎么去学习财务的知识。他不是只是在那里等知识到他手里，他会去追的，他会去思考的，他会去学习的。这样你就会拥有更多的知识，财务的知识来管理财务，让你的财务丰盛起来。因为这是财务的知识，不会有人告诉你的。关于财务的知识，如果你不去寻求，不会有人告诉你。这个世界会告诉你很多垃圾的信息，就是当你打开手机的时候，你开始在那里滑，你看到很多人的生活模式，看到很多人吃喝玩乐的模式，那些都是一些资讯，对你的财务没有任何的帮助，对你的财务没有任何的帮助，不会增加你的知识。但是当你在财务上学习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有智慧人，你会成为一个有知识的人，你会管理好上帝给你的财物。科西阿书4章6节说，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你们弃掉知识，我也弃掉你们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。你既忘了神的律法，我也忘记你的儿女。儿女在原文的意思叫做产业。当你没有追求神的知识的时候，不愿意读经，不愿意祷告，不愿意去寻求管理财务的知识，说当你忘记我的时候，我也会忘记你的产业，就是你的产业会因着你知识的短少而会流失。你没有知识去看管好你的财产，看管上神所给你的。因此箴言书2章10节说，智慧逼入你的心，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。所以你要去寻求知识，对你旁边说要寻求知识。我听过一个见证啊，有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，几年前他对个人财务管理非常不擅长，他没有知识，他不知道怎么样管理好个人的财务，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投资。然后呢，有一次他在教会当中听到一篇信息，就是讲到关于才干的比喻。在才干的比喻当中，神提醒他，神教导他。于是呢，他就开始去问人，
开始学习管理财务的知识。可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基金，怎么去管理财务，什么是股票，什么是债券，他根本都不懂，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投资这些字。后来呢，他就想到一件事情，他就去问教会当中已经懂的弟兄姐妹，已经从事这个行业，已经在财务管理上，在经商上有经验的人，他就去请他们喝咖啡。每一次请他喝咖啡的时候，他就会问他很多关于财务管理的知识，他去追求这个知识，看到这些有钱的人，这些富有的弟兄姐妹是怎么管理他的钱财的，他们对钱财是怎么想的，他是怎么样看待他与钱财的关系，他是如何用圣经的价值观去处理他跟钱财之间的关系。后来他发现这些有钱人其实他们都是花很多的时间在存钱，他花很多时间在思考要怎么去管理他们的财富，怎么去投资，怎么去学习知识，然后学习管理经营他们神所给他的。他发现，第一个，他发现真正有钱的人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钱。第二，他发现真正有钱人都花很多时间在存钱，而不是在花钱。第三个，他发现真正有钱人是专注把钱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。真正有钱人不是不愿意花钱，而是他非常专注，只要把钱花在有价值的事情上。第四个，他发现真正有钱人都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财务管理的知识。他花很多的时间在学习财务管理的知识。这位弟兄就去观察这些有智慧、财务丰盛，看他怎么生活的，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同，然后尽量去学习他们的生活模式，学习他们怎么做事，然后他就怎么做事，然后试着去得到他们要给的结果。所以财务丰盛是要学习的，财务丰盛是需要有知识的，请说阿们。有些资讯，有些资料，甚至有些资源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有几本书大家可以回去读。第一本书叫做《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》，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。第二本书，勒克辉勒写给儿子的38封信。第三本书，巴菲特给儿女的一生的忠告。第四本书，稻盛和夫给年轻人的忠告。特别里面有一本书叫做《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》。这个作者呢，他研究了美国很大量的百万富翁。他研究什么？他研究他们是怎么生活的，他们的生活模式是什么，他开什么样的车。结果他发现这些百万富翁他们所开的车都不是名车，甚至这些百万富翁开的都是二手车，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非常的简朴。然后他就发现这些百万富翁85%以上的人其实都是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的，不是父母积留祖上遗留下来的遗产。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富翁，成为有钱人，成为丰富人，是有原因的。所以你要好好的教导自己，让自己充满财务的知识，多读书。对你帮助多读书，增加知识。当你读书的时候，牧师当然要你有一本很重要的书一定要读，那个叫做圣经。圣经是你理财的第一本书，请说第一本书。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再去看其他的书，不然的话每一本书的理念有可能不同。你要有一个基础，你要有一个原则，你要有个根基，那个根基就是圣经的根基。所以你一定要先读圣经，再读其他的书，请说阿们。圣经是你要读的第一本书，一定好好去读书。俗话说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千钟粟，书中自有稻粱藿。箴言书19章第2节，心无知识乃为不善，脚步极快难免犯罪。圣经说，当你心中没有知识的时候，圣经说乃为不善，不是一件好事。你没有知识，但是呢，脚步极快的会犯罪，因为你没有知识会导致你脚步很快。没有知识，你很冲动，你很容易血气，你很容易凭感觉来事情，你很容易凭自己的想象控制不了自己就做决定，常常那个决定会给你带来很糟糕的结果。
第三个黄金理财法则，第三个节制的法则，请说节制的法则。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学习节制的法则，去控制我们的欲望，不要浪费。彼得前书1章6节，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。所谓的节制，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自律。自律是自我的一种约束，自我的一种压制，就是你自己能管住自己，依靠人的意志力克制自己去完成的一种行为。但是节制是圣经所讲的圣灵的果子，请说果子，是神祝福人的一个法则。节制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叫 aktila， 是力量，是主权，是统治的能力，就表示你里面有一个生命，里面有个能力是有神的性情的，是指一个人对自己的生活生命是有主权、有力量、有统治的能力。你是可以管理好自己的权人，我对自己是有主权，可以随时在做一件事情，我可以让它停下来，有控制的能力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节制，就是你有停下来的主权。如果我不抽烟，我说不要抽，我就马上就可以不抽，不是靠着你的自律，而是靠着神给你里面那个圣灵的生命，你可以从上面来的能力让你说我可以不用再抽了。那个生命会让你主动的离开这件事情，不是说哎呀我克制，我不要抽了，烟离我远点，你发现晚上你又买了一包。你说我不要抽了，你发现你又买了第二包。你克制不了你自己，有时候自律常常会失败的。但是呢，你需要圣灵进到你的里面，你需要耶稣那个生命在你的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这个生命在我里面长出来，长出来，长出来。圣灵让我在里面结果，结出节制来，控制我的欲望，让我对我的生命在这件事上有统治的能力，有权柄说停下来，他就停下来，让我真的在基督里可以找到自由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的6章12节说，凡事我都可行，但不都有一处。凡事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辖制。表示我还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都有主权，我都有统治权，都是我说的算。那个生命在我里面，我可以说的算。请说阿们。那个生命就是耶稣给你的属灵的生命，就是你能在你的生活当中、生命当中，你有权柄，说停就停。节制就是有停下来的主权，停下来的能力。节制的法则是指着你有能力控制你的欲望。人有没有欲望？吃饭有没有食欲？购物有没有购物的欲望？甚至你夫妻在一起的爱情有没有爱情欲望？有。你爱你老婆好不好？好。你对你老婆有没有爱的欲望？有。但是你对别人老婆有爱的欲望就不可以。欲望不是不好，欲望是可以有的，这是神给我们里面一个很正品的一个东西。我们吃饭，如果你没有欲望，你不想吃饭；如果你没有成就感的欲望，你就不想做事；你没有欲望的话，你就不会有动力往前走。我们是有的，但是这个欲望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它是像一把两刃的剑一样。但是你要控制好你的欲望。我们每一个人对财务或者对成为一个富有人都有一个迷失，这个迷失其实是害死了很多的人。这个迷失就是，如果我能赚更多的钱，我就会越来越有钱；如果我能赚更多的钱，我就会越来越有钱。亲爱的各位家人，其实你不会因为你赚更多的钱，你马上就会变得有钱，你只会因为你能赚更多的钱，你有越多的能力去买东西而已。你有能力去买更多的东西，跟你成为有钱的人是不一样的。你只是有能力去买更多的东西，而且你很多的时候你买了很多东西都是没有用的东西。你有钱了，但是你控制不住你去购物买东西的欲望。虽然你是有了很多钱，你发现你买了很多东西，你衣柜打开有很多的衣服，但是你银行里面钱还是一样没有存存。你打开鞋柜的时候有很多双鞋，但是你的财务状况还是一样没有改变，你不会富起来的，你不会有钱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欲望，在你的欲望上有节制。你可能在过去你看了你财务身家，但是你富途的数字还是一样。
所以成为真正让我成为富有的人，你要学习在节制当中去控制你的欲望，让你的欲望上去成长，不只是去成长你的收入，而是要学习成为一个更有节制的人。如果我们不学习节制，更多的收入只会让我们欲望，让我们的胃口变得更大而已。在2011年4月份，你们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，一个17岁的小男孩为了去买当时的苹果4，把自己的右肾割掉一块去卖了，为了买这个苹果4为了买手机这个是在当时时代当中很大的一个影响。因为当年的苹果4刚出现的时候呢，完全颠覆了人类对手机的印象。作为一部跨时代的手机，它出现彻底打破了全球智能化的一个大门，不仅全球的人都受之影响，为之追捧，就连我们国家那时候卖苹果4的时候，最贵的一只都可以卖到1万块，只有家中有矿的人才能买得起。那种 iPad 呢，更是只有富二代才能买得起。因此呢，他们也是有钱人的象征。但是在2011年的时候呢，也是整个苹果我们叫国混疯狂的一年。正是这一年，苹果4横空了，简约的外观和那种让没有数字按键的普通人为之着迷。苹果4这个手机出现，所以就有一个这个小男孩17岁叫王刚。当苹果4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发现很多的同学，家庭条件非常好的同学就已经买了。他发现同学买了这个手机的时候，他也想买，他也想有。他发现大家都围绕这些同学去追捧他。可是呢，王刚他的家庭生活条件一般，但是他内心的好胜心、虚荣心跟欲望，使他暗自下决心，我也要拥有一部苹果4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找父母要，给我钱，我要买一个苹果4。那时候苹果4最便宜也要4000多一只，相当于父母2个月的工资呀。父母听到他要钱去买一个苹果4，而且还在上高中的孩子买苹果4的手机，父母当场就拒绝了。你要这个手机对你说完全没有用，还要付我们2个月的工资呀。在父母那里他受挫之后，但是他买手机的想法，买手机的欲望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强烈。他为了更快去买到手机，他利用业余的时间，在烈日之下去发传单，不是福音传单，就是发传单。但是他有一次在网吧里，他看到一条信息，可以卖肾快速赚钱，于是呢，他就用2万块把自己的右肾卖了。这就是传说的卖肾买苹果的故事。结果因着手术不卫生，因着手术的问题，他的肾感染，影响了他的左肾，包括到现在，他每天要把药当作饭吃，而且每一周都要到医院去透析。到现在不能为家里面有任何的经济收入，每天就躺在家里面，更不用讲谈婚论嫁、娶妻生子了。他的人生从此结束了。因着什么？因着那个欲望，没有限制他的欲望。所以在你每次购物的时候，你先等一等，先考虑考，先祷告一下，让神在你心里作王，不要让你的欲望驱使你去购物，不能驱使你去做一个决定，要冷静。俗话说三思而后行，旁边说一次。所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想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非常迫切的欲望迫使你一定要买，非买不可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冷静下来，三思而后行。做决定之前一定要冷静，想清楚，规划好，想好了再去做这个决定，不然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很大坏的一个结果。从此之后，你的人生当中不会有平安，就会为你这个决定而付上代价。所以提摩太前书的6章9节说，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当中。包括我自己，我相信在座的每位家人，你们都有这样的经验。我发现我们的欲望常常会
会比我们的收入还涨得更快。当你的工资涨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开支也涨，有可能它比你收入还要涨好几倍。甚至你收入好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说请客，宴请啊，我请客。哇，你发现你这个月工资卡没有了，请客买完了。当你的收入增多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的开支也增多了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控制节制我们的欲望，让我们的胃口在冷静的状态里面。箴言书23章2节说，你若贪食，就当拿刀放在喉咙上。箴言书23章说，你若贪食，就当拿刀放在哪里？喉咙上。你要拿一把刀，不是别人拿一把刀，不会有人为你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你的朋友都希望你花钱，因为你的朋友都希望你来请客，你的朋友都希望你能花钱请他去玩，请他去 KTV， 请他去上网，请他去吃饭，请他去娱乐，因为你的朋友希望你这样做。所以不是别人拿刀放在你的喉咙上去贪食，让你不要去这样做，而是你自己要拿一把刀放在你的喉咙上，自己要约束自己，自己要有节制，不是别人帮你节制啊。为什么要拿把刀放在喉咙上？因为捆绑在你生命当中就是这件事情。当然所有人有欲望有胃口，不一定你代表你是一个外人，让你是一个坏人，你是一个不好人。我说欲望是一把两刃剑，是神干在我们里面，是好的，最重要是我们怎样去处理它。我们是放纵欲望，体贴肉体的欲望，这个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我们都渴望拥有多一些，这个没有什么不好的，我们只要去学习节制，掌握好自己的欲望，不顺从自己的欲望做决定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看最后一个故事。旧约当中最后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亚干。谁说亚干？他是一个典型在欲望上没有控制的人，他是一个典型没有节制的人。当约书亚带领百姓进入到迦南地，攻打了第一个城，叫做耶利哥。上帝吩咐以色列人，耶利哥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拿，要用火焚烧，然后献给上帝，作为欢祭。请说欢祭。因为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攻打的第一个城，就好像我们所收入到的1/10一样，我要把它献给神，后面代表整个迦南地都是你的。因为神在圣经说，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，只用据你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至于你们要谨慎，不可取那当灭的物，恐怕你取了当灭的物，就连累以色列使全营受咒诅。因着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，攻打的第一个城是耶利哥，神说要把这个耶利哥第一个城头生的这一个献给我，要献给我做欢祭。但是亚干呢，因着自己的欲望没有节制，他等不及了，他经不起考验了。他发现这里有钱了，有衣服呀，有黄金啊，于是他就下手拿了一件试拿的上好的衣服，200舍客勒银子，一个重达50舍客勒的黄金，他们先拿起来了，自己先拿了。结果呢，就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？当以色列人在攻打第二个城的时候，叫爱城，结果就失败了。不但失败，而且死了36个人。不但死了36个人，最后自谦自出的是谁得罪了耶和华？原来是亚干得罪耶和华，就把亚干所有的人，包括他的财产、他的儿女，全部带到了旷野的地方，然后在那个地方用石头给他打死，然后用火焚烧，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事情。之后以色列再去打的时候，从此之后平步青云，青云之上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啊，就打胜了。亲爱的各位家人，你发现控制不了自己欲望会带来很大的一个结果。没有节制，你的财务就是失控的。就像你开一辆车，正在以120速的甚至150的速度正在行驶，但是突然你发现你的方向盘失控了，结果就会车毁人亡。你对这个车没有掌握的能力，没有控制的能力，就代表你对你所做的事，对你的财务没有主权。
要在你的财务上感到满足，千万不要放纵自己的欲望。你要对你的财务感到满足。其实一个人常常陷入到财务不自由的里面，就是因为你放纵了自己的欲望。圣经要我们学习，在任何处境当中都要学习感恩和满足。跟你旁边说一次，感恩和满足。要满足于你自己所拥有的，远超过你贪得无厌。很多人的生命不是没有钱，他已经够了，但是他觉得还不够。他觉得人家那么有钱，人家开那样的车子，人家住那样房子，我觉得不公平，我也要有，我想要去拼啊！因为他开始放开了自己欲望的缰绳，让他的欲望如同一只脱缰的野马肆意奔跑。很多的时候，当你越来越感触自己不满足的时候，你会越容易会感到自己的贫穷。你越感到自己财务不自由，你就会越放纵自己的欲望。最后邀请大家，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。雅各书的1章4节说：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欲望，被自己的私欲引诱。再一次，雅各书的1章4节：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一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罗马书13章17节说：总要披戴主耶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自己的私欲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在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，透过圣经教导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财务，如何在财务上被你来祝福，让我们在财务上建立在公义公平的根基上。这是你祝福的法则，这是你祝福的根基。让我赚的每一分钱不是从欺骗，不是从谎言，不是从自己里面的偷窃而来的，让我可以带着一个公义去来赚钱。你会在我公义的钱财的基础上加倍的赏赐，我会看到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赏赐，因为耶和华是赏赐的神，是祝福的神，是丰盛的神。求天父你来帮助我在财务上、管理上有节制，不放纵我肉体的欲望，让我的欲望来主导我的人生，让我的人生是被你来主导。天父，我们将荣耀归给你。今天在座的每位家人，要在财务的欲望上奉耶稣的名得胜，奉耶稣的名祝福，奉耶稣的名有根有基的活出基督的生命。今天回去的每一个人都会披戴基督，不按着肉体去安排，在财富上多而又多，丰富的见主你的面。谢谢天父，你来帮助我们，从今之后让我们在财富上也有知识，让我们增加知识也增加财富，让我们有知识去管理好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财富，让我们做2000两做5000两的人，管理好照顾它，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。帮助我们有阅读的习惯，读书的习惯，增加知识的习惯，去请教别人怎样让我可以在财务上更有智慧，向已经有智慧的人去学习，看他们是怎么生活。天父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财富上丰盛起来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